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平倭将军戚继光是明朝时代山东登州现在的蓬莱县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明朝的武将。父亲戚景通军事学识很丰富，虽然做了一辈子武将，为国家立过功劳，可是他做事公正廉洁，所以家境并不富有。退官后就在家教儿子读书习武。戚继光从小就有坚强的意志，不但跟父亲学了些武艺，读书也很用功。10岁左右就把4书5经读得烂熟，另外还看了不少有关军事知识的书籍。戚继光12岁的时候，他父亲请来几个工匠，准备修几间房子，可是盖的并非高楼大厦。有个工匠就和戚继光说，你父亲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盖这么几间小房子？戚继光听到这话，就去问父亲。戚景通听了很生气，厉声责备他说，你小小年纪就想住好房子，长大了还能做廉洁的官吗？戚继光见父亲生气，就惭愧地说，请你放心，我一定听你的话，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戚继光愿意听战争故事，还很喜欢做带兵打仗的游戏。他常常领着一群小朋友，拿着竹枪木刀，扮成兵士的模样，排成队伍，在街上走来走去。他最爱听别人说他像个军人。有人问他，你长大以后准备做一个怎样的人？他很坚定地回答说，我愿意做一个军人，将来为国家杀敌。嘉靖明世宗朱厚熹23年，公元1544，戚景通死去。戚继光17岁，继承了父亲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的官职。从此他更用心读书习武，勤学苦练，各种兵器样样精通。还不满20岁，已经能拉开300多斤重的弓，枪法刀法也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他。当时朝廷极端黑暗腐败，海防松弛，倭寇日本海盗常常侵入我国沿海各地，杀人放火抢掠东西。戚继光看到这情形，已立下了平倭的志愿。有人劝他当官，他回答的诗里有2句，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可以看出他的抱负了。嘉靖27年，公元1548，朝廷为了防备鞑靼从古北口侵袭京城北京，调山东守军去蓟门防守。从此每年春季，戚继光率兵驰骋于蓟门和山东之间，保卫着祖国长城要塞和山东海防。嘉靖28年，公元1549冬，戚继光考中了武举人。第2年秋天入京会试，这时鞑靼可汗俺答率众入侵，破古北口，进围北京。应试的武举人们都被派守城，少年的戚继光率众勇敢登城，参加京师保卫战。嘉靖32年，公元1553，倭患更加严重了。戚继光这年26岁，朝廷升任他为都指挥佥事，主管山东备倭军事，统辖3营24卫。他到任后就向部下讲了保卫山东海防的计划，部下都同意他的做法，于是下令山东沿海各地官员在重要海口上修了19个碉堡，制造船只，训练渔民，并且发给许多武器，要他们站岗放哨。如果发现倭寇登岸，就立刻通知附近各村的民兵，集中力量剿灭倭寇。倭寇虽然听说有个戚继光的武将到山东来驻防，但并不放在心上，仍然放胆登岸抢杀。不料这一次刚刚上岸，就遭到了戚继光的军队和民兵的围攻。倭寇还想转移到别处去，可是沿海一带老百姓已组织起来，因此倭寇在山东沿海到处挨打，没有地方可窜。他们知道戚继光的厉害，就不敢再到山东沿海各地扰乱了。这时即墨县有一个大地主，势力很大，常常勾结当地官吏欺压百姓，又勾结倭寇趁火打劫，老百姓恨之入骨。
戚继光知道这个人的罪恶以后，立即把他捕捉起来，处了死刑。倭寇不但侵扰山东，还侵入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当时沿海各地虽住着朝廷的军队，但军官们克扣军饷，花天酒地，士兵吃不饱穿不暖，又素无训练，根本不能打仗。因此倭寇更猖狂了，他们勾结了沿海官吏和大地主大商人，在浙江一带沿海的小岛上做了根据地，常常上岸乱窜，杀人放火，经过的地方，村庄变成一片焦土，老百姓的生命没有保障，财产也被抢劫一空。倭寇的祸害震动了全国，朝廷见地方官靠不住，才派朱绾去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专为防备倭患。朱绾到浙江后，认真布置浙江和福建的海防，整修了岗哨，从此倭寇的气焰稍微平息了些。有一次，有70多个倭寇打到了海门县，县官带着家属连夜逃走了。倭寇在县里大杀大抢，还挖出了县衙门仓库里埋藏地下的1300多两白银。朱绾知道这事后心想，埋藏的库银，倭寇怎会知道呢？这一定是汉奸透的风。他认为贪生怕死的官员和丧尽良心的汉奸就是国家的敌人，和倭寇同样可恨。他处置了几个汉奸流氓，又下了一道严令，不管什么人，谁要是通倭，就一律问斩。这么一来，朱绾得罪了很多有钱有势的恶霸，他们见朱绾把通倭发财之道给堵死了，心中恼恨万分。这些人串通了朝廷的大贪官周亮，到皇帝面前去诬告朱绾。昏庸的皇帝听了奸臣的话，将朱绾撤职下狱。朱绾备受苦刑，知道朝廷黑暗，无法再见天日，就叹口气说，消灭外国强盗容易，消灭自己国家卖国贼难。说完他就服药自杀了。朱绾死后，浙江一带海防再没人管，倭寇便在沿海一带疯狂地劫杀，老百姓实在忍不下去，就纷纷组织起来和倭寇进行战争。朝廷怕群众组织起来造反，这才于嘉靖34年秋升戚继光为参将，由山东调到浙江，当了浙江都司，镇守宁波、绍兴、台州，防御着倭寇侵扰的中心地带。当地的官吏士绅想贿赂戚继光，以到贺兴官到任为名，给他送了很多礼物。戚继光看透了他们的用意，便当面拒绝。这些人讨个没趣，便灰溜溜地走出了都司衙门。戚继光巡查就有各军营，看见将官们都穿着华丽衣服，竟公开在营里赌博，可是兵士们却个个面黄肌瘦，毫无生气。他心中暗想，像这样的兵怎能打仗？于是决心招募一批新军，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这时由楚州山区的矿民流动到义乌县八宝山来开矿，矿夫推王如龙为首领，和当地陈大成所组织的乡团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各聚众数千人，战斗也非常激烈。义乌县令赵大和上书浙江总督胡宗宪，请派戚继光亲身到义乌招募这些农民军、矿夫来抗击倭寇。戚继光完全赞成这一主张，他不顾反对者的污蔑，毅然决然地亲自前往义乌去号召矿夫参加御倭斗争。戚继光到了义乌县，当即传出目视檄文，向流亡的农民、矿夫们说明保卫乡土的大义。八宝山英雄的矿夫们就在首领王如龙的率领下，应募前来投军报国。戚继光向他们鼓励一番，派王如龙在部下供职听用。以陈大成为首的义乌乡团，在戚继光的招募下，也幡然应袭，参加抗击倭寇，保卫乡土。戚继光知道这支乡团也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就欣然接收他们入伍，并委派了陈大成的职务。义乌县令赵大和和县吏陈子鸾两人基于爱国热诚，自愿辞官投入戚继光的队伍。戚继光赞叹两人的忠义勇敢，命赵大和当参军，陈子鸾在本部听候差遣。
戚继光从这支招募的新军中选拔出4000多人，领他们回到绍兴，编成一支新的队伍。因他们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只经2个月的严格训练，就合乎军纪法度，成为一支御倭的精锐军队。戚继光和兵士们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有的兵士生病，他就亲自为汤喂药，就像对待自己亲兄弟那样。因此兵士们都感激他，愿听他的指挥，为国家效力。不久，倭寇侵入了乌牛，戚继光得到这消息，立刻誓师出发。他说：弟兄们，倭寇杀上门来了，这正是我们报仇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消灭他们，保卫家乡。戚继光讲完，立即下令出发，官兵上下人人精神振奋，以迅速的行动赶到乌牛。王如龙和陈大成2人带队冲锋，把流窜的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戚继光打死很多敌人，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戚继光对王如龙、陈大成、陈子鸾等人论功行赏，大犒兵士。由于戚继光赏罚分明，官兵上下都严守法度，不骚扰百姓，因此受到百姓的爱戴，称宋戚继光的军队为戚家军。这时另一股倭寇又侵入了浙江的陶渚，残暴成性的敌人到处奸淫烧杀，就连几岁的儿童也不免遭到毒手。陶渚老百姓正处在水深火热的万难之中。戚继光听到这消息后，立刻派王如龙、陈大成2人领兵到宁海去截住倭寇归路，他自己同步将陈子鸾带领一支兵往陶渚火速赶去。倭寇正洋洋得意之际，突然听见从远处传来人喊马嘶，一个小倭寇探的消息，向倭酋报告说：不好了，戚家军来了。倭酋一听惊得面无人色，当即准备逃往台州。倭寇不敢在台州站脚，便逃进了雁门岭的一座高山上。雁门岭山势重叠，只有一条曲折的羊肠小道通向山顶。倭寇以为到了安全地方，叫人分头把守要道驻扎下来。戚继光大军随后追到，当晚包围了雁门岭。半夜时，戚继光鼓舞将士，利用云梯绳索，开始向山上猛攻。陈子鸾奋勇领先攀登上山，倭寇没想到戚家军会攻上来，霎时间陷入混乱状态，像没头苍蝇一般到处乱闯乱碰，被戚家军杀得尸填山谷。有一小股漏网倭寇又逃往台州，神速的戚家军赶上了残敌。戚继光把红旗一招，立刻布成了鸳鸯阵。这时就看藤牌、显枪、短刀形成各样小队，刀光剑影分头把残敌包围住了。这下子可把倭寇吓昏了。鸳鸯阵的兵士们像走马灯似的把残敌困在该心，杀得无一幸免。英勇善战的戚家军终于把这股顽寇消灭干净了。第2年又有大批倭寇从福建登陆，骚扰沿海各地，到处烟火连天，村庄城镇变成一片灰烬，成千的人民被掳去了，人民遭受到空前未有的浩劫。浙江总督胡宗宪见倭祸严重，勉强派兵征剿。这些官兵将领平日只知享乐，对士兵素无训练，一看见敌人就自相惊扰，队伍凌乱。倭寇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反而主动迎攻上来，官兵被杀得节节败退。胡宗宪见官兵败回，才急忙下令把戚继光调去清剿。戚继光接到命令后，调回在宁海的王如龙、陈大成2支队伍，参加本部大军。即日誓师开拔，星夜往福建赶去。离福建宁德10里远，有一个横屿小岛，这个岛四面环水，潮水落时，周围就变成了泥沼，不能通行。倭寇见这小岛地势很好，就占据作为大本营。另外又和窜扰附近牛田、兴化2县的倭寇互相支援，声势显得很大。根据密报，戚继光了解了横屿岛上的敌情，于是和参军赵大和密议了破敌计划，令兵士每人都准备1捆草，听候使用，又叫兵士饱食休息，准备战斗。深夜，
戚继光领军摸到海边，包围了横屿岛，下令叫每人把携带的草丢在通向岛上的一片泥沼地带，霎时间便铺成了一条草路。戚家军沿着草路顺利地登上了小岛，立即纵火焚烧倭寇的大营，火借风势，猛烈地燃烧起来。海盗以为不慎失火，待出营一看，方知戚家军已到岛上，一时无法抵抗，被烧得叫苦连天。部将王如龙、陈大成、陈子鸾等人各显威风，领先冲进敌营。英勇的戚家军士兵都抡起大刀，向海盗们横劈直砍，只杀得鬼哭狼嚎。不一刻，2000多名倭寇便被消灭光了。为了争取更大胜利，彻底扫清侵扰福建的海盗，戚继光消灭了横屿岛上倭寇以后，立刻带兵奔向牛田去袭击敌人。戚家军到了牛田，分兵3路开始向倭寇进攻。新兵中有矿夫出身的朱觉更为勇敢，他争先攀越敌人的壁垒，翻身而上，众军随后齐声呐喊，义勇冲入敌营。英雄的戚家军以生龙活虎的姿态把倭寇杀个措手不及。不到天亮，这一伙残害人民的万恶海盗就被肃清了。戚家军在牛田稍事休息，又向南去兴化攻剿倭寇。兴化被倭寇盘踞很久，在兴化南20里的林墩，4000海盗沿河列寨而守。白天这里烟火不绝，夜晚的灯光照遍方圆几十里。戚继光来到这里，对着敌营扎下大寨，用缓兵慢敌之计，下令将士假装休兵歇马，暂不进攻。倭寇认为戚继光惧怕他们，不敢骤然交战，因此并不加以防守。在一天夜里，戚继光去个空隙出其不备，下令猛攻倭栅。戚继光身先士卒，带领大军杀进敌营，连破倭寇60座大营，把敌人杀得尸横遍地，被烧死淹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戚家军就像数千条蛟龙似的，翻江倒海，往来冲杀，如入无人之境。海盗全数歼灭，共救出被掠去的男女2000余人。兴化城的百姓知道戚家军已经胜利地剿平倭寇，整队回城。督抚老携幼抬着美酒羊羔，交营10余里，把道路都堵塞住了。福建倭寇全部肃清。戚继光不愿招扰百姓，于是班师回浙江。兴化百姓都不愿意戚家军离开这里，许多人站在路旁，目送着这支雄壮的队伍，流下了惜别的眼泪。过了一段时间，倭寇在海外听说戚继光已经回了浙江，贼心不死，又收拾些残兵败将，再度侵到兴化附近，并且采取了报复手段。凡是欢迎过戚家军的，全家不分老幼，都惨遭残杀。城里的人眼见敌人如此残暴，知道敌人这一来大家都活不成了，于是自动组织起来，和官兵一道，努力守城，防御倭寇。倭寇见攻不下城来，就把城外的街道房屋放火焚烧，火光熊熊，黑烟蔽天，整个兴化城四周变成一片火海。这时广东总兵刘显接到上司命令，叫他派兵往兴化城解围。贪生怕死的刘显哪里敢去接触海盗，势逼无奈，才派出8名兵士带着他的信先去兴化城内联系。这8名兵士还像在城里似的，穿着绣有官兵字样的军服，毫不介意大摇大摆地走向兴化。半路上就被倭寇捉住了。倭寇从一个兵士身上搜出刘显的信，拆开一看，信中写着要坚守城池，不日广东就派兵前来救援。信的末尾还签着刘显的名字。狡猾的倭寇把这8名兵士杀掉，立即剥下军衣，化妆起来，又用刘显的口气写了封假信，说今晚且息灵拓，我有所谋。然后叫乔装的倭寇来到城下，用箭把这封假信射上城楼。城内接到假信，竟信以为真，专待救兵。到了半夜，倭寇架起云梯，从四面一呼而上，把坚守了1个多月的兴化城攻陷了。
戚继光在浙江听到倭寇攻破兴化，便不分昼夜地赶来救援。当戚家军来到兴化城外时，只见繁华的兴化已变成一片焦土，军士莫不切齿痛恨敌人。戚继光振臂高呼，率先攻城。倭寇深知戚继光的厉害，听说戚家军又回来了，惊得乱作一团，争抢着出城逃走。戚继光指挥大军冲进城里，把倭寇堵截在街道小巷，老百姓也自动出来杀敌。不消半天功夫，2000多海盗就被消灭光了。戚继光神速地收复了兴化城，救出了3000多老百姓，并把倭寇抢掠的财物又发还给他们。人群欢声雷动，莫不感激戚家军。倭寇还不死心，又招来1万多同伙，围攻仙游县城。仙游的百姓像兴化人民一样，组织起来协助官兵守城，用大小石块制击攻城的倭寇。坚守多日，敌人既不得逞，守城的人们牺牲很多，倭寇用尽了全力攻不下城池，就想出毒计，用挖城方法进攻。正在紧要关头，百战百胜的戚家军又赶到这里了。城上城下2路夹攻，杀得这伙倭寇尸体几乎填满了护城河。剩下受伤的敌人慌张地逃向王仓坪。王仓坪有座大山，残敌没命地逃到这里，就争先恐后地一起往山上爬。人多山陡，许多倭寇被挤下来活活摔死。紧跟着戚家军掩杀而至，倭寇胆战心惊，慌乱奔逃。戚家军舞动大刀，把敌人杀得呼爷喊娘，满山乱滚乱爬。有一部分倭寇不敢露面，躲在山林里抖作一团。戚继光见山深林密，一时不容易把敌人清剿干净，于是下令纵火烧林。大火漫天彻地地烧将起来，把树木烧得噼啪直响。跑不快的或者跑不动的倭寇便被活活烧死了，剩下4000倭寇烧得焦头烂额，不顾一切，拼着性命越过火网，狼狈不堪地朝菜坯岭逃去。菜坯岭也是个险要地方，岭的四面尽是悬崖峭壁，倭寇集中残部拼命守住小路，准备顽抗。戚继光带领军队赶到，首先查看地势，为了避免牺牲，不攻小路，命军士带着短刀，换上便装，分兵进攻山顶。军士接到命令以后，步兵摘下头盔，骑兵下马，不拿长枪大刀，一律穿轻便短装。王如龙和陈大成分领兵士，争先攀着山崖的古藤树枝爬了上去。戚家军登上山顶，把那些据险企图顽抗的倭寇消灭干净。在岭下，有些想夺船过河逃走的残寇也被埋伏在河边的陈子鸾一支军队全部逮住了。戚继光消灭了仙游一带的倭寇，又和大将李超消灭了永宁一带的倭寇，然后又和老将于大猷合兵，平灭了南澳一带的倭寇。戚家军的胜利影响了各地人民，大家纷纷武装起来，到处截击倭寇，危害我国沿海10多年的倭患终于被消灭了。后来朝廷又调戚继光做冀州、昌平、保定3镇的总兵官，防守北方一带的边境。他在北方边境上镇守了18年，尽心竭力，立下了许多功勋，保障了北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戚继光由于立下很多军功，遭到朝中一些大官们的嫉妒。昏庸的皇帝听了奸臣的话，竟把戚继光免了职。戚继光回家后，把40年的作战经验写成了《绩效新书》《练兵纪实》2本书。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